来了也有几天了，有什么体会啊？哎，你湖边也去了，市区也逛了，工地也来了，总该有些灵感吧？你上次开会的时候，我说的是过了，但我不是有意的。你也知道我这个人，说话口无遮拦，直来直去的。你那个方案吧，也不是不好，就是有点表面，换了谁做都是那样，没有独到之处。这一次你有了实际了解的过程，回去再做就得往实了做，要有可操作性，行吗？哎，你老板我问你话呢，你是听见没有啊？我不喜欢跟无耻的人说话。无耻？哼！我不过在床上跟你躺了那么一下下，就叫无耻了。我得声明，那是在你主动的情况下发生的一个意外。我主动？嗯。好啊。那件事我可以当成是个意外，但是我不耻于你做人的行为。我做了什么不耻于人的行为了？你得把话说清楚。你自从来了无锡，连续4天了，每天吃完饭，不是去酒吧，就去歌舞厅，每天都是去花天酒地，不喝多不让人给你抬回来。你到底是来工作，还是来花天酒地的？哎，你是老板还是我是老板啊？我做什么都还得跟你请示汇报，接受你的纠正，接受你的批评。当然你是老板了，我哪敢批评你啊？我还懒得管你呢，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可是你不能，不能什么？你不能对不起玉敏。玉敏，哼，这事我还想跟你说清楚呢。关玉敏什么事儿啊？怎么不关玉敏的事儿啊？玉敏那么善良，那么温柔，对你那么死心塌地，你却背着她在外面花天酒地，你对得起她吗你？我是不是该跟你解释一下我和玉敏的关系啊？不用，我已经看出来了，你就是一个典型的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。哦，那敢问，您是那碗里的还是那锅里的？你吃醋了？你不觉得可笑吗？我吃你的醋啊！你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想太多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去工作了，再见。总裁，这是从国内上海寄来的。哼，动作还真快。喂，是陆总裁吗？嗯，我是啊。哎呀，亲家母啊，你好啊！我是玉敏的妈妈啊，我想希诺一定跟你提过我们家的事儿吧？请问你有什么事吗？亲家母啊，是这样的啊，希诺和我们家玉敏的事呢，我想你应该知道了。希诺看来是认定我们家玉敏了，那你说既然认定了，你是不是应该好好待我们家玉敏呢？可是这个希诺现在有点太不像话了，竟然和公司的一个女职员搞暧昧呀！我呢是想请你帮个忙，好好和希诺说说，别这么朝三暮四的。当然了，这个前提呢是千万不要伤了我们一家人的和气啊。谢谢你能这么为我们母子着想。不过，我想提醒你，就算玉敏是希诺认定的，可她还不是我们陆家的儿媳妇。亲家母这个称呼，还是请你先收回去吧。管教儿子的事，我不用你来教我，不劳您费心了。有空的话，你还是多管管自己的女儿吧。哎，亲家母，亲家母，
可笑。垃圾！哈灿，你现在在哪儿？哎呀，我说你别周游世界了，先回国一趟。对，回国，去帮我看看希诺。改好了，这下满意了吧？差不多了，就他吧。温馨中不是乐趣，还是苏叶的审美强。祖宗，您就别在这儿捧了，我跟您熬了一下午了，饿死了。哦，对对对，先去吃饭。谢谢啊。啊，不客气。接下来麻烦你了。好，应该的。啊，这个刘林跑哪儿去了？让我在这受罪。哼，是让咱们两个在这儿受罪。这些东西啊，现在都是他的活儿。可是你看，现在没办法，谁让我把事情都揽下来了呢？哟，你还不愿意呢？没，怎么会不愿意？是求之不得。哎，对了，想吃点什么？没概念，无所谓。要不去我家，我给你露一手。你还会做饭呀？岂止会，而且具有一定的水平。哎，对了，你忘了，我曾经帮你送过汤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小小的体验过一次，具有一定水平，记忆深刻。那想不想再进一步试试？那就试试。不满意包退。前面带路。好。喂，陆总应该在那边，这不是吗？哎，陆总，陆总，哎，吴老板到了，你带他们4个再去 A 区那看一下。好，我们几个那边转一下吧。啊，走了。吴老板，来，上面说。怎么样，找到了吗？还没消息啊。这会去哪儿了呢？你别着急，我们继续找，一定会找到的。那就麻烦你了，下次再好好谢谢你。你看你说什么呢？帮你的忙是我们最大的荣幸。那行，那就麻烦你每家医院再多看看。我派人把所有的医院都找一找。哎，我在想啊，陆总，你花了那么多心血，就为了一个酒吧的驻唱女，值得吗？没有值不值得，我只想尽快找到她。找女人都找到工地来了，还真没枉费你这人狼的称号，吃着碗里瞧着锅里的猪八戒。哼，我怎么以前就没看出来你陆希诺是这种人呢？金果，饭给你买来了，快来吃饭。听到没有啊？你更让我好好照顾你，你总得吃饭呀。金果，怎么了？金果，你怎么了？金果，金果，金果，你这是怎么了呀？金果。你干嘛约我到这儿来啊？没事啊，
就带你看看湖，吹吹风，放松放松。你以为拍电影呢？哎，你以前看过这么漂亮的湖吗？这漂亮吗？没看过。在我们老家东北，只有个水库，是在我们村子的上游。那现在有什么感觉啊？跟你们老家的水库比起来？就是眼前的水比我们水库的多呗。你笑什么？本来这儿的水就比我们那儿的水多，我是实事求是。哎，你就不能有点情感上的、情绪上的思考啊？我可没那么多少女情怀，每天弄得那么多愁善感。你这么没想象力，我都怀疑你能不能胜任那宣传的工作了。两码回事好不好？谁说我没有想象力了？我只是不喜欢无病呻吟而已。人活着已经都够累的了，何必每天要假装自己是愁眉苦脸的？我喜欢简简单单、直来直去，从头直到脚，想哭就哭，想笑就笑，每天弄得跟诗人一样，给谁看呀？哎，拿着。啊？拿着。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这是干什么？你不要以为你偶尔这样体贴一次就能弥补我心里对你不好的印象。哎，有没有人跟你说过，你大大咧咧、没头没脑的样子，还挺可爱的？你怎么嘴里就说不出好话呢？我这话是褒义的，我没有侮辱你的意思。用你的话说，应该就是简简单单、直来直去。可是我听着怎么不像好话？反正从来没有人说过我可爱，不过我自己觉得呢，可爱谈不上，只要自己开心就好，我才不管别人怎么看我呢。我怎么觉得你到了无锡之后，就像变了一个人，越来越捉摸不透。哪有？我不是一直都这样吗？好像不是啊。自从来了无锡之后，你就经常去那些乱七八糟的场所，灯红酒绿的。哎，怎么？好像你对这个很在意啊？啊，看来在他乡异地，你对我的关注度又增加了。哎，你干什么呀？我那只是……你只是什么？哎，你干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陆星诺啊，我要郑重的告诉你，从那以后我们两个要保持一定的距离。保持距离？你又想以退为进啊？你干什么呀你？你说你能跟我保持距离吗？你不说话，就是默认了。你记得那天晚上我是怎么抱你的吗？那天晚上事情你还记得是吗？骗子！你干什么呀你？你干什么？陆星诺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这次来无锡，你吃了我多少次豆腐了？从今以后，你在我心里面花心大萝卜的形象没有办法挽救了。没关系，我也没打算挽救。喂，怎么了？喂，齐乐哥，金谷出事儿了。啊，金谷，出什么事儿了？在他好好玩的电脑突然就晕倒了，不省人事了。那赶紧送医院啊！
我们已经在抢救室了，我就跟你说一声，你早点回来吧。行，我马上回来，随时打电话。金谷怎么样了？不知道，说是晕倒了，已经送医院了。咱们回去吧。等一下，到了市区你就把我放下来，你去医院吧，我自己打的回家。你还有没有良心啊？人金谷好歹借你20几万呢，怎么说也是你的债主加半个恩人，你懂不懂什么叫感恩呢？我怎么不知道什么叫感恩啊？啊，那他现在在医院生死未卜，你连看都不去看人家一下，这叫感恩？你好歹关心一下，给声问候吧。该看的时候我自然会看，不用你操心。哼，哼什么哼？哎，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，不给你添麻烦，不知好人心呢。你是说玉敏啊？你怕见他？他那么温柔恬静，我有什么好怕的？那你觉得对他亏心？我怎么对他亏心了？我又没做什么对不起他的事儿。那你又不怕了，又不觉得对他亏心，那你老故意躲着他干什么？哎，认真问你个问题啊，如果不是顾及玉敏，那你现在应该会对我动心，对我有好感的吧？嗯，你说的真对，太对了。不过这个好感呢，那要看是多好的好感。那你觉得能有多少呢？给我估计一下。这个问题设置的前提不成立，拒绝回答。闪烁其词，哼！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，不过幸好我人品端正，从来不曾对你有过想法。否则，你要真进宫了，我还真未必扛得住。都这样了，还对我没想法，什么人呢？你在嘀咕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我对你进宫啊，我告诉你，你放心吧，你根本不是我的菜。就算要进宫，我进宫金谷，我也不进宫你。那你倒说来听听，金谷有哪儿比我好了？他吸引你的闪光点是什么？人家金谷比你可爱的不是一点儿半点儿。说来听听。那还用说吗？咱不说别的，先说内在吧，是吧？哎呦，人家的内心多么单纯，多么纯净，多么乐于助人啊，多善良，这是内在的。外在也不用说呀，多么阳光、青春。哎呀，你看他穿的衣服，哎，金谷真是太帅了。哎，不像你，一天只知道穿这一身死板板的西装，笑也不会笑，笑起来比哭还难看，整天拉着一张老脸，就像谁欠你钱似的。你懂不懂啊？我就这种风格，我追求的是成熟美。哈哈，成熟美！我跟你讲，现在没有人喜欢成熟美，我们现在都喜欢青春美，我们只喜欢青春美。那你太低估我的可塑性了。我告诉你，我是轻易不表现出我青春的一面，我一旦表现出来，那叫个石破天惊。哎呦，我还真没看出来你有这方面的潜力。不过我奉劝你一句啊，过于自信的人等于自负。金老哥，你来了。现在什么情况？医生说是什么电脑综合症。什么病？电脑综合症？怎么从来没听说过有这种病？还真是第一次听说，什么意思啊？
其实就是他呀，在电脑前面坐时间太长了，又天天熬夜，饮食又不规律，阴阳失调，上火。这火啊，能上到他这个高度，都算是长见识了。说了后面怎么治疗没有？都没什么大问题，醒来之后再打2针就没问题了。关键是啊，回家得好好调养才可以。成天就知道把着电脑玩游戏，说也说不听。看他这次自己能不能长记性了。我看就是监护人做的不够合格。你又在说什么呀？我没嘀咕什么呀。啊，哼，我这监护人的权利约束不了他，他根本不把我当回事儿。行了行了，你们俩先回去，晚上有我就可以了。啊，还是我在这儿吧。你们2个刚回来，回去休息吧。别跟我争了，回去休息吧。啊，来，回去了，回去了。刘琳，哎，你家住哪儿呢？我打车捎你一段吧。我就住在我们楼盘的2期啊。哦，你买了咱公司的房子，我忘了，那就没办法了哈。谢谢。哎，那你吃饭了吗？我没吃。没吃啊？那咱俩一起吃点东西吧。好啊，走吧。哎。玉敏，你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说？是啊，我好像每次找你都是有话要说哈。但是我是真心想跟你做朋友的。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，对吗？啊。其实我就是想问问你，跟希诺哥这次出差，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啊？特别？啊，没什么特别的事。说谎了吧？难道你就没有发现，希诺哥天天晚上都会去酒吧夜总会吗？你也知道啊？我知道啊，我也跟希诺哥出过差。看你惊讶的样子，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啊。你知道你男朋友在外面花天酒地，你还这么平静啊？你怎么能忍受得了呢？我不是不在乎，我是没办法。我改变不了他，可是我又离不开他，所以我只能适应他呀。这一点，只有我能做到吧？这是什么逻辑啊？你也太宽宏大量，太有分享精神了吧？陆希诺值得你这么包容他吗？其实也没有什么包容不包容的。人本来就有美好的一面与丑陋的一面，就算是自己骗自己，我也愿意只欣赏他的美好，忽略他的丑陋。你看，就像天上的月亮，它每时每刻都希望人们看见它明朗、洁白。可是它本身也是环山险峰啊，所以
我宁愿只保留它带给我的美丽。转朱阁，低绮户，照无眠。不应有恨，何事长向别时圆？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啊？你念了很长的诗啊。我有点恍。这个月亮怎么能跟男人一样呢？是吧？不管这月亮是美好还是丑陋的，它都在天上啊，离我们108000里呢。可是男人不一样，他每天都活在我们身边，你就能忍受他背着你做那些肮脏、龌龊的事儿啊？我做不到又怎么办呀？希诺哥在我的心里，就像那天上的月亮，要么就可望而不可及，要么就要美与丑照单全收。我清楚地知道我自己的身份，他在天上，我在地上。可是我又想飞到那天上去，就像天上的嫦娥仙子，想要在月亮上长袖起舞，就得忍受那一份清凉、孤独。我跟你，真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也许是你离这个世界太远了，也许是我离这个世界太近了，有点格格不入。谁说的？其实咱们俩一样，都是离这个世界太近了，太想要这个世界上很多美好的东西。刘琳，其实我挺敬佩你的，但是我不能像你一样活得那么辛苦。你有能力，你可以自己赚钱，买自己的房子，你可以满足自己所向往的一切。可是我不行，我没有你的能力，我的一切就只有希诺哥，所以希诺哥的一切我都可以包容，而你不一样。我说的没错吧？那我先走了。拜拜。拜拜。唉，月亮，爱情之中的女人果然会迷离恍惚，神鬼不分。那我呢？恢复正常，迅速恢复正常。
今天这么早啊？是啊，我给你带了早餐，吃完了你就回去吧，白天我在这就好了。怎么了？好久没看你这么累了，眼圈都黑了，感觉老了好几岁。早知道昨天晚上我在这儿就好了。来，吃早餐吧。谢谢。玉敏，旭诺哥，好几天没见你了，我想你了，让我抱一会儿吧，就一会儿好吗？就当是妹妹抱哥哥。好，小丫头。你瞎了眼了？有你这样走路的吗？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呀！我碰到你怎么办？你不会走就不要走。我真对不起。哎，这位大叔，人家老人家已经跟您道过歉了，尊重一下人行。你家没老人啊？如果你们家老人在街上也这样被人骂，你心里好受啊？啊，行，走。有车了不起啊？没事吧？哎，没事，谢谢你啊，姑娘。没事。哎，不过啊，我要声明一下，我不是老人家，我不老。您不是老人家？当然啦。哦，好。您饿了？吃吧。谢谢。一定很好吃吧？本来是要送给一个朋友的，看样子他已经吃过了。大爷。哦，大叔。你可以都吃了。good，very good。大叔，你还会说英语呢？哎呀，英语算什么呀？妈妈语呀！我还会说日语，こんにちは。我还会说德语，hello。我还会说西班牙语，Golo。我还会说那个俄语，Black。还会说意大利语，Ciao。大叔，您这个意大利语说的有一点像说脏话，说来说去，您就只会说你好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吧，像我们这样的老人，不，就是在我们这个年龄段里，我算是博学多才了。你确实有才，你比我都有才，我都不会说。啊，有时间我教教你啊。好，我一定虚心跟您学习。好啊。不过像你这么好学的 beautiful girl，那已经很少见了。
呀，怎么了？光顾跟你聊天了，差点把大事儿给忘了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金灿。我叫刘琳。很高兴认识你。我也很高兴认识你。Thank you。拜。我得去找我的姑姑去了。拜。问你的姑姑好。好。哎呀，姑姑，你的爸爸来看你来了，姑姑。是这儿吗？那你去吧，我在这儿等你。祝你成功。你还是祝我死去活来、绝处逢生吧，千万不要出错。哎，我这小心脏扑通扑通扑通的。你怕什么呀？又不是第一次见公婆。可是我是第一次跟我公婆告我老公的状啊，万一他们家是护犊子怎么办？不会的，像这样的大户人家，一般都很心疼儿媳妇的。谢你用不要脸到这样程度的一句假话给我状态，反正我是信了。拜拜，加油。杨，你来了。洋洋，哎呀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一个人啊？淑峰呢？怎么了？来，出什么事了？洋洋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和淑峰吵架了？我们是吵架了，我都出去住好几天了。他不找我，也不给我打电话。妈，他根本就不在乎我，不关心我。结婚都快1个月了，还吵架？你看看你，哭哭啼啼像什么样子？让外人知道了，丢不丢陈家脸啊？有话好好说嘛。好好说什么？好好说。夫妻之间有冲突、有矛盾是很正常的事情。都说床头吵，床尾和。你跑出去干嘛呢？你跑哪去了？有问题解决问题，旧时代的那些无知妇女才会搞回年的那一套。唉，树峰公司最近很忙，他有多余时间去陪你，去哄你呢？能怪他不介意你吗？身为人妻成年人，还耍小孩脾气，离家出走，你呀，还想想看你什么地方错了吧？好了好了，事情已经这样了，就不要追究了。洋洋啊，淑峰什么地方做的不对啊？其实也不是淑峰的原因啊，是因为表妹，她现在住在我们家里，大家是一家人，真的没关系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她总是找我麻烦。我知道作为嫂子的应该让着她，可是我也不能打不还口，骂不还手吧。我知道淑峰她很为难，可作为一家人，也得讲道理啊。表妹住在你们家，哪个表妹啊？丁娟啊，二姨家的。丁娟？哪个二姨啊？淑峰的二姨啊。胡言乱语！我的二妹夫啊，他姓赵，他的孩子怎么能叫丁娟呢？不会吧？淑峰说的，丁娟也说是的。你搞错了，我们家有谁没谁啊？我最清楚了，我们家没有姓丁的亲戚。